来人穿越亿万获得暴兵系统，只需花费银元就能无限召唤士兵。身无分文的他，为了早日结束巴以冲突，只好点开神秘链接。与此同时，缅北一家科技园区内，很好，有一个龙国猪仔上当了，先给他尝一点甜头，让他赢点钱，然后把他骗到缅北来。20分钟后，诈骗分子正打算收网时，枫叶却不玩了。不玩了，只要我不贪，诈骗分子的镰刀就割不到我。视频中，美女微微一愣，自她被骗去当荷官之后，就没见过有人可以在赢钱的时候果断收手。你确定不和我玩了吗？不玩了，美女荷官看得见，摸不着，没意思。抛完羊毛的枫叶在准备提现时，才发现金额未达最低标准，筹码要积累到1万元以上才能取现。如果小哥哥想要更刺激的玩法，可以到缅国来找我哦。枫叶十分犹豫，这会不会被嘎腰子啊？等等，我现在是有系统的人，只要有足够的钱，别说缅国，就算是鹰将也得给我倒茶。好，给我地址，我直接过去找你玩。随后，枫叶在系统的带领下来到了缅北，并使用通天盖借出2000银元。系统召唤2名1级士兵。恭喜宿主获得2名1级士兵。1级士兵拥有钢铁之躯，对宿主绝对忠诚。宿主首次召唤1级士兵，全属性提升，获得人类顶级特种兵王实力，同时开启直播权限。此时，枫叶感觉体内瞬间就充满了力量。爽！对了，系统直播有什么用？直播可以获取声望值，声望值可以购买系统商品，也可以用来刨冰。那还有什么犹豫的？系统开启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枫叶，美女荷官邀我去缅北，我将带大家去缅北诈骗园区探探路。我擦，这个主播好勇，居然还敢去缅北那种鬼地方。现在的主播为了赚取流量，连腰子都不要了吗？之前有个女网红被闺蜜骗去缅北，现在已经失联了，据说家人转了80多万过去，还是没有将人救出来。你们说会不会是剧本呀？枫叶没有过多理会直播间的观众，而是直接来到与美女荷官约定的地方。这位老板，我们是 KKK 科技园区安排来接你们的，园区内有各种娱乐设施，保证您玩得开心。废话少说，直接带路吧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们这就带你去 KKK 园区，等到了 KKK 园区再收拾这头肥猪。随后，枫叶被他们带到了一片厂房。猪仔，老实点，搜身，站着别动。正当马仔准备对枫叶搜身时，身旁的士兵一脚就踹了出去。小猪仔居然还敢反抗，给我干他！仅只是一瞬间，在场的所有马仔全都失去了战斗力。此时，直播间人气正不断上升。我擦，太精彩了！1秒干翻7、8个打手，这个黑衣人不会是主播请来的雇佣军兵王吧？主播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不会是隐藏大佬吧？现在谁还敢质疑主播在演剧本？不好，门口还有手持 AK 的武装人员，主播几人危险了。就在这时，另一名黑衣保镖手直接瞬移夺过 AK， 还没等观众反应过来 ，KKK 园区外围的武装人员已全部失去战力。死了没？没死就让园区头目滚出来见我。老板，别杀我，我马上通知园区主管过来。你们3个人就干掉了我10几号手下，不是普通的猪仔。你就是 KKK 园区的头目，我千里迢迢来你们园区找美女荷官王牌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原来是来我们园区玩耍的老板，多有得罪。我是园区主管陆经理，不知这位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叫枫叶，风流的风，狼子野心的野，我是来找你们美女荷官玩的。原来是枫少大驾光临，欢迎来园区找我们的美女荷官玩牌。陆经理一副笑脸，被美女荷官诱惑过来的，那妥妥的就是一头大肥羊。废话少说，直接带我去找美女荷官。现在就带你过去，只要进了园区，你们就是囊中之物，瓮中之鳖，再牛的兵也翻不出浪花。随后，枫叶被带到一个豪华大厅，100多个美女荷官，随便你挑，看上了哪个尽管开口。好啊，我要和那个荷官玩。金鹿，你来陪枫少玩。枫少好，你叫金鹿，我来找你玩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就是昨晚和我一起玩牌的那个人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傻，这么头铁啊？这里可是 KKK 诈骗园区，进来容易出去难。这个金鹿还会愧疚，看来还良心未泯，等会倒是可以顺手救下他。没错，是我，你不是说要陪我玩吗？发牌吧。等下，玩牌可以。枫少，我想知道你这次带了多少钱过来？钱？什么钱？我枫少出门从不带钱。什么没钱？你敢耍我？怎么没钱就不能玩吗？我千里迢迢来这玩，可谓诚意十足啊！有胆，没钱当然也能玩。我们园区也有放贷业务，你身上的每个零件都可以明码标价用来贷款。一个腰子20万，心肝30万，血液10万。废话少说，来100万筹码。枫叶毫不犹豫接过筹码。此时直播热度早已到达10万加，系统声望值也有了100多万。一场狩猎游戏不过刚刚开始罢了。系统兑换透视纳米机器人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枫叶面前已经堆满了筹码。枫少，你赢得再多又如何？得有命花才行。这里可是 KKK 园区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雷人，把他们围起来。男人为了打击诈骗，跑去缅北赌钱，不料被一群马仔团团围住。可他不仅丝毫不慌，反而露出一丝笑意，只因他激活了无限暴兵系统。枫少，你赢得再多又如何？这里可是 KKK 园区，就算是特种兵王进了我们园区也插翅难飞。赶紧打电话交1000万赎金，否则立马嘎了你腰子。和我比人多吗？系统消耗100万声望值兑换1000名超级兵，并装备 AK。
明白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杀神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老大，不好了，弟兄们全被干掉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园区！报告长官，周围3公里内的所有武装分子已经被全部消灭。很好，现在将园区中的所有人全部解救出来。是，长官。你还想嘎我腰子，从我身上诈钱吗？这位爷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饶我一条狗命吧。老实交代，你把违法诈骗所得都藏在哪里？一共有多少？但凡有一句谎话，我保证让你也尝尝什么是满清10大酷刑。钱全部在楼上办公室的小金库里面，现金总共1000万。才1000万。据我所知，这个 KKK 园区建立已经有2-3年时间了，以你们的残忍手段，只诈骗到1000多万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我没有撒谎，这个园区的幕后大老板是亨利集团，而我不过是负责管理的一个小头目罢了。每当园区内的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时，就要上交。随后，风也来到金库，系统直接暴兵1万。大规模暴兵需要宿主有一片自己的领地，目前宿主已经占领了 KKK 园区，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的领地。放置一个兵营需要1000万，是否选择投放兵营？投放兵营。1级兵营投放成功，解锁轻武器生产线，只要投入矿产资源，就可以建造军工武器。同时升级2级兵营需要1亿资金或声望。生产武器还需要矿产资源，看来除了抢钱还要抢资源啊！长官，我们在诈骗头目的别墅中发现了大量黄金，别墅中还藏有黄金。风也来到别墅内，发现贵金属黄金，价值2000万银元。马上暴兵2万。曾经某位伟人说过，枪杆子里出政权，只要我有足够的兵，足够的枪杆子，完全可以在这片混乱之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。恭喜宿主暴兵成功，2万个1级兵已投放在兵营，立马扫荡附近诈骗园区，洗劫诈骗分子钱财，同时将那些受害者解救出来，对诈骗分子杀无赦。2万超级兵足以横扫其他诈骗园区，风也只需静待好消息就行了。报告长官，有一伙当地军阀试图攻入园区，已经全部被我军消灭。当地军阀是那个给诈骗园区充当保护伞的军阀，看来他们已经知道 KKK 园区被占领的事情了。宿主麾下战士成功扫荡了附近的5个诈骗园区，洗劫资金和黄金共计2.1亿。只是随意扫荡了几个诈骗园区，就洗劫了2个多亿的资金，这还是诈骗分子搜刮到的部分钱财，难怪最近几年搞诈骗的这么多。系统马上暴兵10万，将兵营升级到2级，有了10万超级兵，我完全可以在整个缅国横着走了。恭喜宿主暴兵成功，兵营成功升级。宿主目前可以召唤2级兵机器人 T800， 售价1万银元。2级兵营可生产重机枪、RPG 火箭炮以及坦克等重武器。2级兵营就这么厉害？3级兵营岂不是可以生产导弹了？系统，你真的是让我打击诈骗，这分明是让我整顿全球啊！既然这样，系统先召唤一个机器人 T800。机器人 T800召唤成功。参见将军，愿为将军效力。随着兵营升级到2级，战士对风野的称呼也从长官变成了将军。很好，以后你就叫阿诺吧，终结者阿诺。多谢将军赐名。另一边，亨利集团的高层在得知事情原委后勃然大怒，随后立刻派人前去谈判。将军，我们是很有诚意的，只要你愿意合作，亨利集团每年会给你1个亿。那些龙国人不过是一些猪仔，你又何必充当英雄？有钱不赚王八蛋，反正割的都是龙国人。只要我们达成合作，金钱美女通通奉上。1个亿很多吗？只要我干掉亨利集团和你们高家，那些钱和资源都是我的。好大的胃口！你知道亨利集团背后的靠山是谁吗？我们高家可是缅北4大军阀世家，有上百年的底蕴，根本不是你这种新兴军阀可以撼动的。我不管亨利集团背后的靠山是谁，在绝对的武装力量面前都是渣渣。将军，龙国驻缅大使馆的大使求见。男人带领士兵去 KK 园区借钱，借了钱用来暴兵，暴完兵又去其他园区借钱，只因激活了无限暴兵系统。几个小时后，缅北所有诈骗园区已全部沦陷。此举不仅让缅北高家和亨利集团前来谈判，还让龙国驻缅大使馆前来求助。将军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次过来是有事相求。什么事？直说无妨。3天前，龙科院的2名院士在泰国进行学术交流，没想到却被不法分子绑架送到了庙瓦底。希望风野将军可以出手救出他们。解救龙科院院士，我风野义不容辞。那2名院士被关在庙瓦底的哪个园区？我直接带兵杀过去。我们只知道那2名院士被抓到了庙瓦底，却不知道他们被关进了哪个园区。小问题，直接端了庙瓦底，肯定能找到2名院士。兄弟们，有人敢绑架我们龙国人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很好，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。随后，风野带领10万大军前往庙瓦底。救命啊！庙瓦底背后主要有2股军阀势力，3K 军阀和山猫军阀，总共武装人员5000左右。面对风野的10万大军，很快就溃败下来。
另一边，军阀头目还在等待着谈判结果。不好了，将军，有一支上万人的军队杀向我们军事基地了。他们有重型坦克、装甲车、迫击炮，还有火箭筒啊！什么？那个龙国人带兵杀过来了？他们还有重武器，真他 ABC 的刺激！不要开炮了，不要开炮，我们投降。这火力太猛了，根本没法打呀！老实交代，龙国龙科院的院士被关在了哪里？什么龙科院院士？我不知道啊。既然不知道，那你们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了。慢着，不要杀我，我可以将所有的钱财都交出来，求将军饶我一命啊！可以，若是有半句假话，必将你打成筛子。恭喜宿主洗劫军阀财产1亿8千银元，成功占领军阀控制的2座矿产资源。阿诺将那些没死的军阀分子全部送去挖矿。一夜之间，妙瓦底的2大军阀组织保护伞全部被枫叶清除。缅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，他枫叶来做；龙国政府不能做的事情，他枫叶来做。想不到我们园区还有这种极品女神，如果我是这个男人，一定会忍不住将你吃干抹净。什么女神？进了妙瓦底的园区，所有女人都是卑贱的玩物。对不起，高主管，我不是说您。粗鄙不堪，你可知道他是龙科院的院士，根本不是其他妖艳贱货可比的。既然你知道我们是龙科院的院士，还不将我们放了？我们背后可是强大的龙国。龙科院院士又如何？这里可是缅国的妙瓦底，我们受缅国军阀保护，就算是龙国也奈何不了我们。你是什么人？应该不是普通的诈骗园区头目吧？绑架我们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缅北果敢同盟军高家的人，抓你们过来是为了和龙国交换一批军火。绑架我们当人质，与龙国谈条件，你们这是在玩火自焚。3天内龙国没有满足我们的条件，就将你们送到亨利集团总部。那群鬼佬可是对你十分感兴趣。高主管，我尿急，可不可以放我出去小便啊？又是你，原地解决，屁事这么多。这不是有女院士在吗？原地解决太不雅了吧？而且昨天我姐可是给你们交了500万赎金，出去方便一下，这点权利应该有吧？不要想着逃跑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好的，我保证不会逃跑。就是这里了，只要我躲进垃圾桶，就会有人来救我出去。我擦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火箭炮的声音啊？还有重机枪扫射的声音？不会是妙瓦底发生军阀混战了吧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是龙国人，不要开枪，把他带过来。大佬，您也是龙国人？没错，我来自龙国，前来剿灭妙瓦底的诈骗园区。大佬，自己人，救我！救我！别急，你在这个园区里面听说过龙科院的院士吗？我见过那2个龙科院院士，知道他们关在哪里，我可以带大佬过去。带路。星级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左下角观看后续。龙国院士惨遭绑架，枫叶率领10万大军前去营救，在横扫完整个妙瓦底之后，成功找到关押龙国院士的地方，不料却被不法分子威胁。不要过来，否则我马上杀了这2个院士。高百合，放了2个院士，你还有一条活路。你就是最近剿灭 KKK 园区的那个军阀首领。没错，是我，你可以称呼我冯将军。我表姐高咪不是代表亨利集团去和你谈判了吗？为什么你还敢杀到妙瓦底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背后是果敢高家和亨利集团，还受当地军阀保护吗？你手机连的是2G 网络吗？你的表姐已经被我控制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军阀，也不过是些渣渣。现在妙瓦底已经被我攻占，以后这里我说的算。你这是在与所有的缅北军阀为敌，缅北4大家族不会放过你的。废话少说，马上放人，否则死路一条。我可以放人，但是你们得放我离开，否则我马上杀了这个女院士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大家一起死。没问题，但你可别耍什么小聪明。我在园区中有1架直升机，只要我上了直升机，就立马放人。你可以上飞机，不过必须留下2个院士，否则别想飞走。你们退后50米，只要我上了飞机，就会放人。我来开飞机，阿狗你断后。明白，阿狗的命是高家的。干掉人质，龙科院的院士不能留。大佬，高百合那个女人要逃跑了。放心，她逃不掉。阿诺，把直升机轰下来。遵命，将军。牛逼！2位院士，你们安全了。谢谢你，你也是龙国人吗？没错，我是龙国人，但也是缅国的军阀。妙瓦底乃至整个缅北，以后都归我统治。我本来就要清剿整个妙瓦底的诈骗园区，刚好受龙国大使委托，就顺便将你们救下了。那个风将军，你可以放开我的手了吗？
不好意思啊，现在你们安全了，等会我就派人护送你们离开妙瓦底。风将军，你那个大块头手下是一个机器人吧？为什么你会觉得阿诺是机器人？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。你的手下全都悍不畏死，战力惊人，而且没有痛感，不像是正常的人类。你的观察很仔细，我的这些手下全部都是训练有素的超级战士。我在龙科院负责研究机器人，希望以后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。会有机会合作的。我对杨院士这种漂亮的机器人科研人员也很有兴趣。根据马斯克的推测，全球对机器人的需求超过100亿台，这可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新兴市场，搞啥都不如搞高科技产业啊。龙国的受骗者联系大使馆全部遣送回去，其他国家的受骗者留下来给我打工还债，每人赚够10万就可以遣送回家。恭喜宿主成功扫荡了妙瓦底，共获得金钱28亿银元。宿主现在可以升级3级兵营，是否花费10亿将兵营升到3级？必须升级，马上升级。兵营成功升级，宿主目前可以生产3级兵液态金属机器人 T1000，兵工厂可以制造 T 系列武装直升机、T 系列战斗无人机、T 系列对地对空导弹。妙瓦底被枫叶攻占的事情轰动了整个网络，龙国高层对此事又惊又喜，而亨利集团这边就没那么乐观。废物！你们缅北军阀都是特么的废物，居然让一个龙国来的年轻军阀单调了整个妙瓦底。知道我们亨利集团这次损失了多少吗？数十亿啊！那个龙国人不知从哪里组建了数万人的大军，而且武器装备十分强大，3K 军阀和山猫军阀几乎全军覆没。我高家更是直接损失2员家族骨干。我发誓高家与枫叶不死不休。说废话没有用，那个枫叶摆明不给我们面子，也没把你们整个缅北的军阀放在眼里，已经没有任何合作和调解的可能。我代表西方财阀命令你们缅北军阀派兵前去剿灭枫家军，重新夺回妙瓦底的控制权。枫家军拥有上万兵力，装备极为精良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我怀疑枫家军背后有龙国在支持，要我们果敢联盟军出兵也可以，必须让佤邦王也同时出兵，再联合上其他缅北军阀，共同讨伐枫家军。佤邦王那边我会说动，妙瓦底园区也有佤邦王的利益，他们不敢不卖给我面子。缅国曾经不列颠的殖民地，如今当地军阀仍和不列颠的财阀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几十年来，能让这些势力联合起来讨伐的，除了当初要在缅北立国的大毒枭昆沙外，也就是枫叶一人了。将军，根据无人机侦察回来的情报，缅北果敢同盟军和佤邦军率领着缅北数十个大小军阀杀向了妙瓦底。对方有多少兵马？什么装备？缅北联军总共不到5万兵力，装备了一些常规重武器，但与我军装备相比，不值一提。整军出发，消灭掉这股缅北联军。遵命，将军。男人带兵扫荡缅北妙瓦底，不料引来4大军阀共同围攻。可他不仅丝毫不慌，反而嘴角微微上扬，只因他激活了无线炮兵系统。风少，你确定不归还妙瓦底控制权吗？我们不仅有地理优势，兵力也是你的数倍，开战你是赢不了的。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？一个小小的新兴军阀就把你们吓成这样，听我命令，全军出击。兵密码？谁跟你说我只有这些的？系统给我报兵。系统明白。随着兵营成功升到3级，枫叶炮兵速度也是突飞猛进，1级兵数量上限也突破到了10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好强的火力！不好了，将军，枫家军杀过来了。将军，我们前锋军已经全部牺牲了。将军，我们好像被包围了。什么？枫家军到底有多少兵马？居然可以包围我们5万的联军？不好，枫家军火力太猛，快撤！混蛋，高傲军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想跑哪有那么容易？阿诺，救我！救救我！妈妈，救我！没法打，根本没法打，兄弟们死伤过半了，快逃啊！炮弹疯狂洗礼之后，机器人 T800率领超级兵直接杀向已经溃逃的缅北联军。你就是佤邦王？我就是佤邦王，我投降，别杀我！佤邦王，你现在是否后悔来攻打我枫家军？成王败寇，我败得不冤，无话可说。既然无话可说，那由我接管整个佤邦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你想要接管整个佤邦，简直痴心妄想！佤邦早就被我经营的铁桶一块，没有了我这个佤邦王，那些剩余的佤邦军是不会服你的。一旦我死了，佤邦只会陷入混战和内乱。我看未必。据我所知，你只掌控了2/3的佤邦，另外一部分在血狼军阀的控制下。一旦你死了，血狼军阀就会吞并你的残余势力。你也不想自己的势力全部被血狼军阀吞并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将你知道的所有缅北情报全都交代出来，不仅是佤邦，还包括缅北其他的军阀情报。你这是想要统一缅北，真是好大的野心！废话少说，你也不想自己的10级的小老婆在血狼军阀手底下遭罪吧？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，但你要保证我亲人的安全。没问题，只要你的情报有用，我保证会善待你的亲人。
随后，佤邦王向风野详细的介绍了缅北的情况。黑寡妇陈婷吗？有意思啊。那亨利十世又是什么情况？亨利家族掌控着缅德的经济命脉，而亨利十世则是这一代的族长。这次缅北联军就是他指使的。原来这个亨利十世才是缅北军阀的大鱼，想要真正掌控整个缅北，看来必须收拾掉这个亨利家族了。那这个亨利十世人在缅北吗？他们在缅北有一处庄园，亨利十世就住在那个庄园里。风野并没有马上去抓亨利十世，而是来到了佤邦司令部。好多武装直升机朝我们佤邦司令部飞来了！不好，这不是我们佤邦军的直升机！别写，别写！居然还敢开炮吗？阿诺给佤邦司令部发射2颗 T 系列导弹。遵命，将军。是谁下令开炮的？我还在飞机上。司令，我已经通知下去了，不知道哪弹的火箭炮走火了。火箭炮还能走火？枪毙！马上枪毙！司令，让你受惊了。刚才哪个不长眼的混蛋敢向我开炮？马上拉出去枪毙了！报告司令，那个士兵已经被导弹炸死了。风帅，这里就是佤邦司令部，以后就归您掌控了。佤邦王居然将司令部拱手相让了！在场的士兵全都一脸懵逼。然而当他们看到远处大批的士兵时，顿时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随后，风野直接在佤邦司令部放下一个新的兵营，以后风家军正式改名为麒麟军，佤邦司令部也改成麒麟司令部。在占领了佤邦司令部之后，风野又来到一个庄园。怎么回事？身为曾经的佤邦王，你的全部资金居然只有38亿。风帅，您是有所不知，佤邦只是穷乡僻壤，每年能收到的税收微乎其微。我还要养一支数万人的佤邦军，而且还得给那些西方鬼佬进贡。随后，风野将这些钱财全部没收，同时还得到了佤邦军控制的不少矿场资源。洗劫完佤邦王之后，风野麾下的1级超级兵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，2级兵也数量也超过1万，3级兵数量也有100多个，还有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。这就是麒麟军，他们已经占领了佤邦司令部，佤邦的王已经易主了。那些战士个个都是精锐，杀气腾腾。麒麟军太强大了，比佤邦军不知道强大了多少。目标：活捉亨利十世，出发。与此同时，缅北的一处庄园内，是的，妙瓦底园区被一个龙国军阀给端了，但是我已经派遣缅北联军去讨伐那个龙国人了，很快你们就能听到好消息了。不好，移袭。星级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左下角观看后续。男人只是去缅北赌了一把钱，不料迎来军阀层层围攻，无奈之下只好开启暴兵系统，整顿缅北。风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杀进亨利庄园！大家给我上，活捉了他！我要让他尝尝骑木驴的厉害。此时，数百名武装分子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，可风野丝毫不慌。只见2级兵一发火箭炮，数名武装分子就被击溃；3级兵更是刀枪不入，直接冲向敌方人群。这些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一番激战后，风野直接零伤亡胜出，更是活捉了亨利十世。我是不列颠的贵族老爷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招我！还这么嚣张？阿诺，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明白谁才是老爷。别打了，老爷，求求您别打了，再打就要死了。阿诺，停手吧。你就是那个龙国军阀，你为什么抓我？为什么抓你？不是你让缅北联军来攻打我的吗？难道只许你打我，不许我抓你？亨利十世十分不服，又继续威胁。我身后可是西方财阀和贵族，你得罪我就是得罪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权贵。很了不起吗？西方财阀和贵族在我眼里屁都不是，以后缅北就是我的地盘，这里不允许再有诈骗集团和贩毒集团，你们西方鬼佬的爪子不能再伸到缅北，否则直接剁了。不，相信我，没人可以和整个西方权贵抗衡，龙国都不行，更何况你一个小小军阀。识相的，马上放了我，或许我们还可以在电诈业务上面形成合作。风将军，你应该知道电诈产业链有着多么庞大的利益。亨利十世一边威胁，一边还试图说服风野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阿诺。别打我，我有钱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只要别打我。果然，打土豪抢占资源是暴富的最快捷径。随后，风野又带领麒麟军拜访佤邦和果敢境内的数百家诈骗园区。麒麟军的大扫荡引发了各方震动。以前，佤邦和果敢是电诈的乐园，现在则是成为了电诈分子的地狱。恭喜宿主成功洗劫所有诈骗园区，累计获得金钱500亿银元。宿主是否花费100亿银元将兵营升级到4级？这才短短几天，兵营又可以升级了。系统升级，马上升级！恭喜宿主，兵营成功升级，4级兵营可以生产4级兵机器人，千变万化，自带电磁枪、电磁炮等高科技武器，每台售价1亿银元。4级兵工厂解锁以下道具。兵营升级到4级，战士和武器装备都有了质的飞跃，这些装备在外面可是花钱也买不到的。按照我目前的硬实力，完全可以排进全球前5，称霸东南亚都没有问题。回到家，风野又召唤出2个4级人形机器人，一个保护自己安全，一个做秘书。爱丽丝，给我汇报一下目前麒麟军的战况。
江简，缅北的大部分军阀已经被麒麟军消灭，少数几个军阀躲到了丛林之中，和麒麟军打起了游击战。据侦查回来的情报，小猛拉的黑寡妇近日在集结兵力，不过没有出兵的意思，而是开始全面缩兵防御。很好，缅北的军阀必须尽快消灭，让阿诺率领3万超级兵去清剿残余势力。黑寡妇直接活捉来见我。另外，向全世界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佤邦和果敢独立，归我麒麟军控制，拥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。未来将大力发展农业、旅游业和机器人产业。当上了军阀之后，风野往往只需要动动嘴，麾下的战士就会完美执行他的命令。岂有此理！麒麟军这是在搞独立、搞分裂。大统领，佤邦和果敢一直都是自治区，我们政府军本来就无法掌控那片区域。那也不能让麒麟军在佤邦和果敢独立，这是在打我们的脸，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无能。如果我们出兵，打得过麒麟军吗？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，麒麟军拥有各种先进的武器导弹，兵力更是超过了10万，而且他们一天就击败了缅北所有军阀，这种实力根本不是我们政府军能够对付的。难道我们什么也不做，任由那个龙国军阀在缅北称霸不成？我们可以先谴责麒麟军，然后寻求西方大国的支持，购买到一些高科技武器，再讨伐麒麟军不时。就这么办。另一边，黑寡妇很快就被活捉了回来。风将军，我明白你要一统缅北，胡陈廷愿意臣服。我不仅要称霸缅北，还要建国称帝。在这之前，我得先收了你。真男人就应该勇闯虎穴。仅仅半个月时间不到，枫叶就完全统一了整个缅北，同时又向全球发布一条劲爆消息：3天后，自己将在缅北建立新的帝国，国号麒麟，帝都麒麟城，唯一官方语言汉语，并且还会全球直播阅兵仪式。枫叶正在举行开国大典，缅国紧急出动 F-22战斗机，本以为是送礼，没想到是要扼杀新生命，我直接派出高超音速战机镇压。枫叶，你在缅北建国是对我缅国的巨大挑衅，请立即停止你的行为，否则我们将正式对麒麟国宣战。缅老头，我帮你们打掉诈骗园区，你们不感谢就算了，现在还准备跟我开战。爱丽丝吩咐下去，加强戒备，开国大典正常举行。枫叶，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我们已经从漂亮国手里购买了10架 F-22战斗机，不是你那些破飞机能比的。时尚的，赶紧投降！缅老头，是骡子是马，咱们比划比划就知道了。真是太嚣张了！马上出动所有战斗机，给我把他打成马蜂窝带回来。随后10架 F-22战斗机从美军基地起飞，不久就来到了麒麟帝国领空。枫叶，我方战机已经到达你们领空了，现在投降，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。缅老头，10架 F-22可不便宜，要是都被击落就可惜了。只要把你干掉，电价产业很快就能恢复，到时候再信你们龙国人的事，相信很快就能赚回来。电诈背后果然有你们军方的影子，相信我，你们不会再有机会了。枫野转头看向阿诺，一个不留。是将军。只见一架麒麟战机从麒麟司令部划破长空，朝着敌方机群飞去。对面的听好了，你们现在已经被我包围，请立刻缴械投降。就你一个人还包围我们，我看你眼睛是长屁股上了，看我刀探路打死你！面对敌方疯狂的进攻，阿诺丝毫不紧张，驾驶着麒麟战机以20马赫的速度在敌方机群中来回穿梭，强烈的气流让敌方战机产生了剧烈颠簸。我操！对方这是什么飞机？为什么飞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雷达上的信号消失了？唠叨，紧急情况！什么？雷达上看不见敌方战机，但是它就在你面前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这可是最先进的 F-22战斗机，难道是龙国在背后支持它？随后，枫野又发动电子欺骗战术。唠叨都好了，雷达上突然又出现100多架飞机，但是我只看见1架。什么？开着，这战机可是我花样老子买的，不能被他们击落。只见敌方战机原地掉头就要逃跑，将军说了，一个不留。看着消失的飞机信号，缅军司令脸色狂变。枫野，你疯了吗？居然敢真的开火！那你们把飞机开到我家门口，就不算是开火吗？我们只是开过来吓唬你一下，当然不算开火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把你们战机干掉也只是吓唬你们一下。我们派大军杀过去，是否有胜算？没有胜算，我们最强的空军连队已经失胜了，陆军刚都是他的对手。那只能动用最后的大杀器了。我们缅国也是有远程导弹的，不是麒麟国可以抵挡的。缅北也是我们自己的领土，用自己导弹的自己领土不好吧？我不管，枫野他太嚣张了，必须得教训一下他。将军，对方飞机连我尾气都吃不上，叫他们投降，他们非但不听，还胆敢向我还击，结果被我一发炮弹就收拾了。辛苦了，阿诺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
将军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在缅北建国，还把他们飞机给打了，缅国军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咱们现在得稳固民心，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。只要麒麟帝国足够强大，会有无数国家过来跪舔我们的。将军为何要这么麻烦？不如直接将他们给和平了。而且除了龙国，还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承认麒麟国的地位。和平还是算了，毕竟5级兵役还没升级完成呢。此时数枚导弹正朝着麒麟国飞来。将军，不好了！雷达显示有东西正快速向我们飞来。根据系统计算，应该是数枚超音速导弹。哈哈，风爷，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超音速导弹，你没有反导弹系统。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驾驶你的战机逃之夭夭，然后看着你的帝国子民牺牲；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把战机交出来，臣服于我，然后我遥控引爆。缅老头，你居然用导弹打自己领地，别忘了这里还有你们缅国自己人。哈哈，只要能干到你，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导弹还有5分钟就到达你们地头了，你快点上上吧，要是慢了，我就引爆不了了。我是一名职业舔狗，陪伴、聊天，又或者角色扮演，所有行为都明码标价，绝不动情。这里有100万，请离开如烟小姐，我们的交易到此结束。好的，钱数好了，可别少1张。这可不是钱，这是运导，能熨平生活的褶皱。你才18岁，为什么要沦落到出来卖呢？好赌的爹，酗酒的妈，生病的妹妹和破碎的我，为了上学我还能怎么办呢？而且我要纠正一点，当舔狗不算卖，这叫提供情绪价值。2年半前，柳老板的女儿柳如烟进入学校后，因为太过美貌，受到了大量骚扰，一时间谣言四起。为了防止自家女儿被偷偷排挤，于是便找上了我。本以为要好好做番思想工作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柳老板，舔狗套餐了解一下，童叟无欺，职业舔狗。随后我俩一拍即合。柳老板，你放心，你出钱，我出力，职业舔狗，绝不动情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在柳如烟的冷漠下还不退缩，坚持对她好，无底线、无自尊的舔狗。可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，一群小瘪三看见柳如烟后就彻底上头了。身为职业舔狗，我可是很有职业素养的，谁都不能伤害我的客户。一番争斗过后，我直接撂倒所有小瘪三，自己脸上也挂彩了。可结果第2天就被终止交易。临走前，管家想起老板的嘱咐，最后问了一句：“你喜欢过如烟小姐吗？”喜欢啊，我喜欢每一个客户，大家都是我的财神爷。下次有这种生意还来找我，给你打折。这小子真他妈的掉进钱眼里了，有这么缺钱吗？ OK， 划掉这位客户，还好我不止一个客户，不然就得喝西北风了。周1到周5白天去学校给柳如烟当保姆，晚上去找阿姨当她老公。周6、周日去跟那个疯批打架。不过现在周1到周5白天的时间空出来了，看来需要再找几个客户了。加油，风爷，你是最棒的！可恶，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个牛郎？此时我的另一个客户出现，